经过对那个卡片笔记的实践，以及和一些朋友们的探讨，总结了一套我感觉比较流畅的一个工作流程。但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所以我就这段时间把卡片笔记写作法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大概总结了有4点吧，可能会分4个视频来分享一下这个内容。然后因为第一天虽然在卡片笔记写作法里边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部分去讲它，但这部分是一个比较困难去理解以及讲述的一个问题，所以做了一些内容，但是还不成熟。我今天先讲阅读这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可能围绕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高亮比转述更好。中间这个大的语言是一个完整的流程，今天不会把这个语言全部讲，今天讲的内容大概就是从阅读到整理笔记这么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如果细化的话就是到这里，就是如果知道卡片笔记写作法的同学会知道它里边有几种典型的就是对于笔记的分类，就是 fleeting note 闪念笔记，然后 literature note 文件笔记，然后 project note permanent note 就是项目笔记和永久笔记。它的关系大概是这么个关系，就是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直到这个永久笔记。这边是中文，然后就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书里他讲其实不是很清楚。我们具体来看看他书中的内容。其中在2.1的时候，他讲到了有一个叫 Mac Literature Note，第3步是 Mac Permanent Note， 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永久笔记在我的文献笔记之后，但是在第6章的时候，他又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他要分出来几种类型的这个笔记嘛，其中第2种是 Permanent Note，第3种就是 Project Note。在第6章的时候，这个 Literature Note 到哪里了呢？它其实放在了 Permanent Note 永久笔记这个分类里。所以说它书里的这个分类是稍微有一点混乱。你要理解它还是你如果不是以一种更全局的视角去对比它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混淆。然后这部分也是他书中提到的一点，就是把这种永久的笔记分成了文件笔记和这个叫什么叫做卡片盒里的这种永久笔记吧。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其实文件笔记是放在了一个引用的系统里，然后永久笔记放在了一个叫卡片盒的一个系统里。它其实分了2部分，这个里边就是它的关系不是非常区分的非常明确。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提到了 fleeting literature note， 也就是说文件笔记也并不一定是和这种 fleeting note 闪念笔记是截然分开的。所以综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fleeting notes 到 permanent note 中间这部分，其实它的分界是很模糊的，就有可能离闪念笔记很近，也有可能离永久笔记很近。那么这是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们可以再通过一些全局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个问题。这一部分是我对第10章
read for understanding 这一部分提取的关键词，其中重要的一些词，可能你可以看到什么 notes、sleepbox， 这都是全书重点提到的一些内容。然后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叫 understanding， 它在它的标题里其实也标示出来了。然后你在看了这些词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可能比较重要的但是又能提供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 context different literature。这部分其实如果你细分第10章的内容的话，你会在10.1的时候去看到它在这章其实是重点的提到了这3个内容。你看这个 understanding 就没有在这整章里面占比那么重要了，就是这里的就是刚才讲的那3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这个 context。等会儿我会具体来讲它这个 context 到底指的是什么。然后再往下，它第10章分成了5个小节吧。然后后面4个小节，其实我觉着它更多的和做笔记的关系不是那么大，它更多的是对于文本的理解，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思考方向的一些技巧和方法上的。比如说你简单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第2节的时候是主要讲了一个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确认偏误。然后第3节可能讲怎么去在不同的信息之间进行区分。第4节主要讲了费曼这种以输出来帮助自己理解的这种技巧。然后第5节可能也就是一些什么这个文献能作为什么样的一个材料来进行理解。然后后面这4小节我没有特别认真的去看它的原文，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继续看我们的主线，就是第10.1。我的观点和理解就是说，第10.1其实是和笔记这一部分是最相关的一个内容。我们更细致的来看一下它这一部分以及和这一部分相关的其他部分，因为它前面的章节主要是以这种简介或者是介绍原理的方式提供的，它最后这几章是按照步骤去详细的去论述的。我把这一部分内容集中在一起，这些就是书中提到了，其实主要是围绕着文献笔记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我把它这些内容大概分成了这么4、5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首先是文献笔记的作用。刚才我们看到这张图示里面能看出来，就是它有一个从闪念笔记到一个永久笔记的这么一个按照时间划分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周期吧。所以这个文献笔记它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形成永久笔记。展开来讲，就是它有2部分，一个叫脱离上下文，一个叫理解。然后它的原文里边，这个内容里面这种英文的部分其实就是它的原文，中文的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和一些补充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脱离上下文，然后它其中有一点提到的就是 play with idea。如果我们想和这种想法进行一些重组吧，其实他说的是什么一起把玩什么之类的。他说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些内容从它原始的上下文里面 liberate 就是脱离出来，就是让它自由，让它自由化。然后by 就是通过什么抽象和重新的定向嘛。所以就是说，文献笔记首先要做到的作用就是把
让这个内容从它的上下文里面脱离下来。然后第二点，然后他介绍的是你这个文件笔记要怎么样，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里说到其实是说你要用你自己的话说，不能简单的去复制粘贴，跳过真正重要的去真正理解它的意思的这个步骤。所以文献笔记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理解，然后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其实最终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形成这个永久笔记的。这样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有脱离上下文和理解这两个作用。然后其中还有一点就是他提到了这个文献笔记的这个特点，就是它仍然非常接近它的原始的上下文，原始的上下文。然后通过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文献笔记其实是作为一个从原文或者是你的闪念，到一个永久笔记的一个过渡。然后他原文中还提到一些点，可以作为这个观点的佐证。他其中刚才我们讲到的有一个 fleeting literature notes， 就是闪念的文件笔记，需要你去用额外的步骤去理解和抓住它。就这有些内容其实更靠近下面。然后还有一个内容是 how intensive， 就是这个文件笔记它的内容究竟是多么的丰富，其实要依赖于那个文本本身的内容和你需要它有多么的复杂。其实这个东西一个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永久笔记究竟要形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其实另一种讲法就是说，你的问题是什么，来决定你这个文献笔记应该是什么样。然后讲完了这个部分，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这一个阅读篇的问题是围绕这个来展开，就是说为什么高亮比转述更好。转述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于卢曼那个时代他的这个笔记术的，因为卡片笔记就是总结了他的这套工作方法、笔记方法来形成的。所以他的转述其实要去理解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这种转述就做到了用在纸质的这种时代用语义脱离的上下文，然后他就可以比如说当他需要去重组去进一步理解的时候，去放在不同的上下文的时候，他可以以一种比较快速的方式去拿到它，而不用再去翻找原文。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计算机，有了这种电子设备，已经有了超链接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必一定局限于非一定要用自己的话来去进行脱离上下文这个操作。我们可以通过超链接，也就是经常可能现在比较那种火的什么这个阅读器支不支持跳转到某一页，跳转到某一个位置的高亮什么之类的这种功能，其实就是超链接的功能。就在电子时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超链接的功能去让高亮去及时的去跳转回当时的上下文。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其一就是说，如果真正做过这种转述的同学，可能会有这个体会，因为我实际上是去做过这个事情，就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对一个文本呢需要可能就是一个词，就是非常零散，你想把它从一个原来作者组织严密的一个逻辑里边去提取出来，是非常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的一件事。呃，所以通过这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不去做这种转述了，我们先直接把它存下来。这里我为什么没有说，既然我们没做，为什么不是零成本呢？其实这种成本只是转移了而已，就是它从中间这个部分，就是从原文到文献这个部分转移到了从文献到永久笔记这个部分，就是它的成本其实上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成本是被减少的。就是你阅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内容你觉得很重要，但是当时针对你的问题是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未必一定需要去对它去做很充分的理解。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不是回到，就是来到我们下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只是对于单句或者单独的某一个部分进行这种转述，其实你缺少了很多对照的信息。就比如说你前一章啊或者后一章，当然你可以去翻找，但是如果你翻找的话，其实你就是在你就是在怎么说？你就是在做这种高量筛选的工作，只是你在不同的位置去完成而已。但是有了这种，如果你把你的这种高量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也许和你的问题有关，也许无关的东西，先筛选出来，然后放到比如说笔记软件里，然后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对它进行理解。你可以把它放在这句话里去理解，你可以放到这一章里去理解，你可以放到这整篇书里去理解，你也可以和别的一些内容，包括其他书啊、其他文章进行对比去理解，在这个层次上进行转述，这个转述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就直接从文献笔记或者是高量形成了这种永久笔记，也就是当然这个永久笔记最终还是要针对你的问题的。呃，所以这就是从转述到高量的这两个好处。也就是说，有了这两个好处，其实高量在现在这个时代要比转述其实更好。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不能忘了这种好处的前提是理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种文献笔记它有两个这种方面嘛，一个是脱离上下文，一个是理解。呃，我们现在是处理了这种脱离上下文的这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理解这方面不能去忽略，因为如果你只是做了这种高量的一种上下文的一种跳转的话，你没有你的问题，没有你的高量笔记，那么这种高量，那么就是怎么说，就没有最终你形不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到这里也就是一种非常浅的一种堆积吧，它不能有助于解决你的问题，它不能在未来的时候帮助你去更快的去理解一个内容。所以说这两者呃在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在现在这个时代用更好的办法来做事，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最终的一个指向，这个是
这个永久笔记和你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中间的过程你可以进行调整，但是这个问题永远不能忘。对，以上这些内容就是我针对阅读就是卡片笔记阅读这一部分做的一个围绕着这一个问题做的一些分享吧。然后随后可能不知道会怎么样。后面两个部分笔记篇和写作篇，我其实内容差不多，只有这个问题这一个需要额外的去做很多的组织去形成。应该尽快会推出，就是录出来视频吧。呃，然后今天的内容，这个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大家看视频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那个评论和那种弹幕里交流。然后这次我准备做一个尝试，呃就是明天嘛，明天晚上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我准备有一个那个腾讯会议，然后围绕这个视频的内容做一些进一步的交流和补充。然后欢迎大家到那个时间去关注。然后我等会儿会在那个视频的下面的简介的地方把那个腾讯视频的会议号那个写出来。然后时间其实就是北京时间3月今天是14号嘛，3月15日晚上北京晚上不是6点是8点。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候在看了视频之后有任何问题和不同的想法都可以到时候去交流。然后那个时间持续可能就看到时候的情况嘛，也可能说的很多，也可能说的很少。然后那就这样吧。谢谢大家。